还未入役就被炸，乌军摧毁俄黑海舰队最新导弹舰，战局僵持，乌克兰该如何破局？以军包围加沙市，地面战战绩显著。11月4日，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军成功袭击位于克赤的海湾造船厂，包括港口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军在11月4日向海湾造船厂发射了15枚巡航导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13枚，造船厂内一艘舰船被巡航导弹击中受损。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4日宣称，乌军击中的是俄黑海舰队最新的22800型阿斯科利德号小型导弹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发布的消息，阿斯科尔德号是海湾造船厂建造的第2艘22800型护卫舰，于2021年9月下水，目前处于海试阶段，尚未正式入列黑海舰队。海湾造船厂就在克赤大桥旁边，既然乌军可以打击大桥，自然也有能力打击造船厂。据称，乌军使用4架苏 -24M 发射风暴阴影远程袭击克赤。至于俄军说的拦截了13枚导弹，听听就算了，里面掺了一个太平洋。俄罗斯国防部谎报军情，都不考虑自己当前战力。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谁也不想自家的高科技武器还没服役就被干掉了。阿斯科利德号护卫舰并不大，标准排水量只有650吨，满载排水量也就800吨。不过这类小型护卫舰却是俄罗斯当前最先进的水面战舰。俄罗斯工业长期持续衰弱，加上一直被制裁，造大舰几乎不可能了。于是俄海军设计并制造了这些小型舰船，并在上面浓缩了部分科技精华，使其可以发射口径、高玛瑙甚至是锆石导弹，典型的小船扛大炮。阿斯科利德号护卫舰上面就装备了8个导弹垂发单元，可以发射口径系列巡航导弹，并且还有4面相控阵雷达。不过各位也不需要太过高看它，这4面相控阵雷达其实就是在舰船上安装4座铠甲 S1 的对空搜索雷达，主打一个简单粗暴，性能也是一般。因为阵面太小，其搜索距离不可能超过100公里，也就比没有稍微强一点。在这次袭击中，阿斯科尔德号至少被命中3次，就吨位来说，该舰根本经不起太大的打击，很有可能已经被彻底摧毁。同时还有消息称，之前乌军炸伤的明斯克号登陆舰正在被拆解。对此，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表示，俄罗斯拆解明斯克号主要还是它无法修复，将其拆解之后还能把零件给同级舰船。俄军这样做，火力军并不是很意外。明斯克号的年龄太大了，遇袭之后，乌军专家就判定修复此舰的意义不大，拆解零件属于意料之中。至于乌俄战场当前的局势并不算很乐观。今年年初，在弗洛达遭受惨败后，俄军并未接受教训，还打算卷土重来。11月1日，一支配备大量坦克和步兵的俄军纵队在弗洛达东南处的米杰尔斯克村附近发动进攻，结果遭到乌军第72旅攻击，至少18辆装甲车辆摧毁，其中包括8辆坦克和3辆 MTLB。俄军丢下一地的残损装备以及伤员后狼狈逃窜。当前乌军第72旅依旧在清理零星的俄军小队。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由全面进攻转变战术方向进攻，也就是大型焦化厂以及矿渣堆。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正在准备对阿夫迪夫卡发动第3次大规模袭击，只是伴随着天气变化，俄军恐怕付不起拿下这里的代价。有意思的是，战争研究所11月1日的报告中提到，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局势表明，俄军总参谋部没能吸取之前进攻乌克兰失败的教训，这是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失职。赫尔松地区战争的重点依旧是克林基，俄军无法清除掉这里的乌军，也无法阻止乌军特种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大量俄军向乌军冲锋，等于直接送人头。反观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军持续炮击这里的俄军，打击俄军的后方阵地。俄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战场局势来看，乌军在赫尔松的推进很可能会迫使俄军将扎波罗热、库皮扬斯克等地区的部队调到赫尔松增援。只是对于乌军而言，就算是俄军在扎波罗热的兵力削减，大概率也没办法拿下托克马克。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泥泞阶段，大范围降温也影响了乌军的地面进攻。按照乌军的话来说，乌克兰准备在冬季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人机袭击也是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地面突进、收复失地的情况大概率不会出现。就目前的局势来看，战线已经僵持，乌俄双方都没办法取得更大的突破。乌军在巴赫穆特、扎波罗热与俄军陷入拉锯战。就比如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的反攻已经进行了5个月，但只推进了17公里。这不仅仅是天气的原因，还有武器的因素。目前乌军缺乏进攻型武器，这就有一个问题：如何打破战线僵局？对于乌克兰而言，只有提升乌军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才能更快地获得最终的胜利。海马斯、精确制导炮弹、风暴阴影都是最好的证据。在乌军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这些武器不仅帮助乌军守住了阵线，还有发动反攻的余地。至于援助的问题，那就要看欧洲那边是否给力了。11月3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就表示，欧洲要准备好打一场大的战争，当然不必出动军队，但必须全面动员军事工业潜力，包括设计和服役新的武器，扩大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规模，增强国防投入，夯实国防工业基础等。经过这些措施后，乌克兰和背后的盟友国家一定能战胜俄罗斯。以战争强度而言，乌克兰不需要欧洲盟国完成全面军事工业总动员，但是以当前的动员程度来看，那是相当不够的。不过最惨的还是俄军，对重点区域的进攻强度增加，不惜代价只要结果，这也意味着俄军损失更大。目前俄军后备兵员大概率已经不够了，这段时间的人员与装备的损失实在是太大。2023年1、2、3月，巴赫穆特战事激烈，乌军单月歼敌数字都超过了2万。6月乌军反攻开始之后，俄罗斯军队的损失也超过了2万人。加上最近在阿夫迪夫卡的损失，俄军后备力量已经开始短缺。如果维持这种状态，俄军在各个战区的战线或许会持续后移。当然了，战事僵持的情况，火力军估计大家都应该想到了。在没有空中优势以及远程打击武器较少的情况下，乌军很难在短期内战胜俄罗斯，而且僵持也就意味着谁采取攻势，谁的损失就会更大。克里姆林宫现在的目标很可能已经不是获得更多的土地，而是将战争拖延下去。进攻阿夫迪夫卡也只是为了缓解其他战线的压力，避免失去更多。可以预见的是，战争要步入2024年，乌克兰要做好准备。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以军的优势很大，军事决策有效，情报精准，还有海陆空昼夜联合打击，但是前路依然漫长。11月2日，以色列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表示，以军从多个方向包围加沙城，并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袭击了哈马斯组织的总部、火箭发射阵地、武器储存地以及其他基础设施。11月3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也宣布，以军已完成包围加沙市。火力军之前就说过，以军分为2路行动，一路从加沙北面沿着海边向南攻打，另一路自加沙南方一路挺进至海岸线，将加沙拦腰截断，连同北部的以色列军队共同构筑了加沙市包围网。11月3日，以军可能控制了加沙市的拉希德海岸公路。不过地面进攻也是有一定损失的。以色列军事工程总长米扎西表示，部队持续遭遇地雷和诱杀装置。以军一名营长在抵御哈马斯夜间伏击时牺牲。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在加沙地区开始地面行动以来，其地面部队打击了哈马斯2500多个目标，但以军地面部队阵亡人数也在上升，目前达到28人。与取得的战果相比，二者不在数量级，这些损失对于以色列来说属于必须承受的代价。11月4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打击还在持续。加沙北部，以军从拜特哈农沿着海岸朝贾巴利亚方向和阿尔沙蒂方向推进。加沙中部，以军切断加沙后，一部分以军向北推进，与北部推进的以军会合；一部分以军对加沙南部进行有针对性的袭击。面对以色列的打击，哈马斯试图借助埃及开放口岸，允许伤员过境的时候，混在车辆上试图逃离，但是被以军发现。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以军地面战的战果越大，黎巴嫩真主党介入以哈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正计划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防空系统，预计为俄制 SAR2 系统，也就是铠甲 S1。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并未确认这套防空系统是否已经送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宫官员向 CNN 透露，美国预期以色列会缩减对加沙的空袭，侧重地面行动的战术，目标就是摧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地道群。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会出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空袭以及以军近距离包围式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多少目标可以让以色列空军大显身手，而地道是更加紧迫的威胁。其次，减少空袭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毁伤效果，避免对非军事人员造成伤害，让步兵和工兵精确消灭哈马斯，效果大概会更好。总的来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进攻占据绝对的优势，但这场战事不会迅速结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以军在加沙的进攻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减少空袭次数，以坦克、推土机、轮式步兵战车等重型装备为主，逐步打击和清理加沙市城区的街巷。至于乌俄战场，在 F-16还未抵乌的情况下，俄军具备一定的制空权，乌军反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按照泽连斯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有困难，有不同意见，但我们没有权利放弃，因为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我们放弃1/3的国家，一切都不会结束。事实也确实如此，乌克兰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一战。如果乌克兰选择放弃乌东4州与俄罗斯和谈，那么几年之后，俄罗斯想乌克兰更多领土怎么办？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军能打破战场僵局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